也能灿烂。要难忘，别嫌麻烦。我全副武装，迎接下一个挑战。生活很忙，没空遗憾。偶尔不友善，也可以伪装善良。做好人并不简单。哦，反倒需要商量。也许我有答案，别客气，说来听听。不用伤脑筋，一定能搞定。没关系，有些事情难在算是总定理。有我在，问题不大，总会有办法让我陪你到底，解决所有难题。我没关系，要相信努力能改变结局。为了你，风雨再大都值得去闯。我会陪你到底，一起看着天晴，我和你。Hello， 叶老师啊，抱歉，这么急叫你来，我联络不上齐先生，所以才打电话给你。谢谢。叶老师，子聪又闯祸了，他情绪失控，动手打同学。打同学？齐太太，你先坐。他怎么会打同学的啊？辅导老师已经跟他聊过了，他现在的情绪还算稳定。不过校方很担心，如果子聪的心理问题不解决，还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，所以才找你聊的。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不可能啊，他一直都很乖的。齐太太，你不要急，我觉得子聪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，我们觉得是亲人给了他太大的压力，尤其是父母。怎么可能？他考试我也没有逼他。不一定是学业的压力呀。我们觉得主要可能是来自父母不和睦。小朋友的内心很多时候比大人脆弱，尝试多关心他吧。你要是不懂怎么处理子聪的问题，辅导老师建议你去找儿童心理医生。心理医生？现在情绪病对城市的小孩来说很普遍，子聪的情况并不会太糟糕。我相信尽早去面对，和小孩共同度过，这一定是最好的办法。你是来找朋友还是来看医生的？我想聊天，不想给钱，可以吗？好啊，来吧。其实我也不想麻烦你的，可是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，也不知道找谁帮忙。你把你儿子的问题可以咨询儿童心理辅导人，还不至于来看心理医生。不过我乐意给你建议的。我儿子的老师跟我 complain 说我的儿子整天在学校动不动就发脾气，今天早上还动手打人呢。我很想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父母相处不和谐，孩子调整不了自己的情绪，会做出反社会的行为，算是很普遍的。反社会行为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算是情绪发泄的一种吧，比如说打架，搞破坏，或者是伤害别人，或者是自残，都是。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害的。很多时候伤害孩子的不是父母离婚，
而是父母怎么处理离婚的方式和态度。你们常在孩子面前吵架，或者是批评对方，对孩子都是一种伤害。那我搬出去是对的，就没有机会吵架。你没有正视你的婚姻问题，你这样子做会让孩子更觉得不安呐。他们会觉得妈妈离开是不是不要他了，或者是爸爸妈妈分开是不是他害的？我还能怎么做？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。花多点时间陪孩子吧，跟你的另一半维持良好的关系，让孩子觉得爸妈的关系虽然变了，可是唯一不变的是你们还一样爱他。还有啊，搞多点家庭聚会，这样子的话对孩子是很好的。这些货3点前就要送到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这些灯都是你亲手做的，最辛苦的人应该是你。我的工作小意思而已。如果没有你去洽谈，可能我连一个代理商都没有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嘛。你看，自从第1家代理商把你的灯饰摆出来卖之后，口耳相传，现在已经有另外3家代理在找着我们的灯了。我相信Just One很快就会上轨道的。我觉得这样已经够好了。这阵子我们要医院、灯饰店两边跑。如果真的忙不过来，那我们Just One可以请多一点员工啊。我们的生意才刚刚上轨道，现在停下来太可惜了。你放心吧，你妈的那一边我会照顾她的。我就是怕你忙坏了。如果我真的忙不过来，等你妈的出院之后，我们再请一个女佣白天照顾她。好主意啊！有一个人全职看着马的，我也比较放心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谢谢你啊。想要谢我的话，就请我吃饭吧。好啊。我知道Orchard最近开了一家新的西班牙餐厅，我很想去试一试。啊，我等一下送了这批货回来载你。嗯。喂。啊，子聪的事我忘了，对不起啊。今晚啊。那好吧，就今晚吧。嗯。Sorry 啊。我上次跟你说过子聪的事，老师又投诉了。他发生什么事了？淑慧在电话里没有说清楚。最近发生这样多事，我都忘了子聪的事。淑慧约了我今晚跟他谈。没关系，子聪的事情比较重要，那你就去吧。西班牙餐，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的。嗯。谢谢你啊。不要婆婆妈妈啦。嗯，来。走了。对不起啊，我送货迟到了。老师怎么说？学校找不到你，所以打电话给我。我去了学校一趟，老师跟我说子聪在学校乱发脾气，打同学，还叫我带他去做心理辅导。这么严重啊？他有这种问题，为什么你不知道哈？对不起啊，是我疏忽了，我没想到这么糟糕。算了。像马德在医院，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很担心他。今天我拿了这些话，去找心理医生。那医生怎么说？医生建议我们多陪陪子聪，给他做心理建设。医生还说，他可能是接受不了我们分开的事实，才会有这些反应的。现在重要的是要让子聪知道，虽然爹地妈咪已经分开了，可是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疼爱他。如果你有空的话，我们可以常常出来见面的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误会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孩子们觉得我们还是一家人，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出去玩、出去吃东西，就算是演戏，那也 OK 的。我只是希望他们开心，就只是这样而已。我明白你意思。其实，我也有责任让他们过得好。我们一起努力吧。
我昨天炖的汤，马德有喝吗？可能是不合他的口味，不用紧，我明天炖别的过去。不用了。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还在生我的气，可是我是这个意思。马德明天可以出院了，他可以回家了。医生说只要多做物理治疗，他可能可以恢复到病发以前一样。那就好。那以后我可以继续炖汤给马德喝吗？我也想回去看看子聪、子涵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当然可以，你随时都可以回来看他们的。你们回来啦，安哥、安迪。马德，你回来啦？安迪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是不是还觉得很累啊？要不然这样，我先扶你上去休息。哎，我们刚聘请的女佣呢，还没来啊？哦，刚才中介公司打电话来说，女佣的签证出现了问题，所以可能会迟几天才过来。哈，那谁来照顾马德？就你喽，平时马德最疼你，是时候孝顺他啦。我也想啊，可是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怎么照顾好马德啊？你不照顾，难道要你哥帮马德冲凉换裤子啊？我真的不会啦，马德，我真的不是不孝顺你，我是怕自己笨手笨脚的。安迪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不如让我尝试照顾你吧。哎呦，你是客人，怎么好意思的呢？哎呦，可恩姐哪里是客人，我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哈，而且习惯一下当媳妇儿了也好，跟你说对吗？不要乱讲话。可恩，我们找别家中介公司吧。没关系，你就让我尝试一下吧。安迪，你平常待我就好像亲生女儿一样，能够照顾你是我的福气。是。不谢，只要您赶快好起来，我们大家都会很开心的。快！快！马德，你是不是要说你也很快乐？马德，你是不是拉裤子哎？哎呦，你还不赶快带马德去洗屁股？我洗屁股？可恩姐，你刚才说你要帮忙的，这就交给你了。这个我来哈。让我来吧。麻烦你了。安迪，我拿了温水来替你擦屁股。慢慢来啊！只不过是大便而已，一定可以忍。哇，怎么搞的？大清早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对呀、你已经装修公司啊，去 complain 他。我们还 OK 啊，万一绊倒老人家怎么办？干嘛？这个人很眼熟哦。
奸夫，肯定是装疯卖傻，看起来很正常嘛，哪里会像疯子？不会是被你说中了，是春伯的同行，临时演员吧？有可能。那就容易了，给他钱，我们来个反收买，到时候叫他爆料，揭开那个狐狸精的假面具，试试看。可恩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。当初你离开我，我没有怪你，我一直在等你回头。女人也来了，电话拍下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一点都不珍惜我？当初是君，现在又多了一个祁洪哲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可恩，这个奸夫，还有另外一个奸夫，我会保护你。这狐狸精吃得很嗨呀，说不定不止3个啊！快拍，快拍！可恩，我爱你。疯子是真的，不是临时演员。干嘛？我们冤枉好人呢？什么好人啊！我才不相信那只狐狸精是无辜的。你还不相信啊？刚才在楼下你没有看到，人家不是装疯卖傻，是真傻。不是装疯卖傻，也不能证明什么，只能说我们被耍了。真的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嘞。哎呀，唯一的线索又断了。为什么？你从来没有珍惜过我。当初是君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洪哲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干嘛？你没事吧？啊？当初是君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洪哲。啊，君，就是新线索。可是他傻的，别人会相信他说的话吗？所以不能只相信表面的证据吗？看来呢，要对付狐狸精，就要进狐狸洞，跟他的祖宗18代打招呼。你可以讲得再清楚一点吗？就是查他的爱情史，看他交过什么男朋友，亲过什么男人，通通查出来，照 X 光，看看有没有破绽。啊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机智。不过问题来了，干嘛？你刚刚被赶出狐狸洞了，怎么查？哎，回来啦！今天又炖汤啦。啊，炖汤好，炖汤好。中国有愚公移山，新加坡有苏慧炖汤。说那么多啊，讲话小心一点啊，再让他知道我们在恭敬第一的，肯定死翘翘。干嘛？这人果然是有弱点哦，你也不例外哈。哎，安迪，你吃粥嘴巴要闭起来，要不然你吃到明天都吃不完的。啊，来，小心烫。不吃，你不吃不行，这样会饿着的。来，乖啊。不吃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不吃就不吃。那我去泡麦片给你喝吧。汤，我要喝汤。汤？我这个时候去哪里找汤给你啊？
我去看看是谁来了。你好好休息一下。谁呀？嗨，怎么是你啊？这里是我家，我回家要你管啊。Excuse me。这是你家？怎么连进门的钥匙也没有？那么可怜啊！我是来送汤给麻德的，懒得跟你吵。等一下，我说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？你每一次来送汤，每一次都被拒绝，你怎么还有脸再来啊？我喜欢呢，要你管啊。我是看你可怜，今天想大发慈悲，帮你完成心愿。你又想说什么废话？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这汤要是由你来送，他肯定不喝。可是如果我帮你喂他，他有可能会接受。不过，我要你亲口求我。不能生气，忍。OK， 我求求你，帮我送汤给麻德喝 ，please。没有尊严的女人，连狗都不如啊！哎，你认为妈德看到你，他会想要喝吗？你叫他什么 ？Mother， 门口在那里，你最好给我滚得远远的，要不然我绝对不帮你送。Out。汤来了，来，安迪，小心烫啊！怎么样，好喝吗？好喝，你喜欢就好了。我刚才还担心这汤炖得不够久，火候会不够。你喜欢喝就好了。可恩，还是你有我的心。时间不逆转，平凡也能灿烂。要难忘，别嫌麻烦。我全副武装，迎接下一个挑战。生活很忙，没空遗憾。偶尔不友善，也可伪装善良。做好人并不简单，后半道需要商量。也许我。别客气，说来听听，不用伤脑筋，一定能搞定。没关系，有些事情难在算是总经理。有我在，问题不大，总会有办法让我陪你到底，解决所有难题。没关系，要相信。你怎么还没滚啊？乱七八糟，会收拾一下哈。你以为自己是谁？你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吗？这个家再乱也不关你的事。你神经啊！抢我老公，抢当这里的女主人，现在给我强暴，你有病啊！我就是有病又怎么样？我就是爱跟你抢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哎，你来了。我来看麻德。
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啊？你累不累？我去倒水给你喝。哎，不用，我只是回来拿点东西，等一下还要去接子涵还有子聪放学。你忙了一整天，休息一下，这些等我回来再做。没事，你看我都快收拾干净了。你收拾？你看，我这都快忙昏了。对不起啊，淑慧姐，你难得上来，我竟然忘了招呼你。哎，你们俩好好聊，我去倒水给你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不是客人，我对这里熟得很。先走了。我上去拿点东西。没事的，坚强一点，凡事都是好事。我要去接孩子放学，一起去吧。拜拜。姐，为什么得这么久的？不要问我了。哎，爹地来了！来了。子聪、子涵，妈咪，子聪、子涵，有没有听话？妈咪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还请你们放学啊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好了，快上车吧，爹地跟妈咪带你们去吃大餐。耶！妈咪，我要跟你坐。OK。啊，全部坐后面啊！爹地今天当你们的司机。坐稳了啊！哇，有薯条跟汽水啊！快吃。妈咪，我们真的可以吃吗？今天 special 让你们吃个够。耶！来，快点吃，慢慢吃啊，不要呛到。Daddy，你跟妈咪和好了吗？我们没有不好啊，不好的话怎么可能一起出来吃饭，对吗？子聪，你现在开心吗？当然啦，我现在很开心。那你在学校开不开心？子聪，如果在学校有什么不开心的，要跟爹地讲，知道吗？我会保护你的。妈咪有礼物要送给你们，你们看 ，Zombie 的 keychain， 还有声音哦，你看，来，子涵这个你的，子聪这个你的。Zombie 会咬人，我不要。淑慧，子聪，你看这个 Zombie keychain 那么小，怎么会咬你呢？怎么会咬？对吗？不会咬你，对不对？那么小，你可以握在手里，还是放在 pocket 里面，对不对？会咬人的 zombie 都是假的，都是人扮的，你不用怕。还有，你喜欢电视里面的 robot 对吗？那些 robot 会不会出来跟你握手，陪你吃东西？为什么？因为robot也是假的吗？那就对了，子聪那么聪明，也知道 zombie 是假的，不会咬你的，所以你不用害怕，知道吗？所以妈咪不在的时候，你帮我照顾这个 zombie keychain， 好不好？哦。你是假的，不可以咬人哦。姐姐，你的呢？两个 zombie 摆在一起，他们变成朋友了。姐姐 ，zombie 跟你做朋友，你就有朋友了。谁说我没有朋友？吃你的薯条吧。爹地，今天我们很开心，你可以让妈咪回家陪我们吗？子涵、子聪，虽然爹地跟妈咪没有在一起了，
但是我们还是好朋友，我们还是你们的 daddy 妈咪。可是妈咪自己一个人在外面遇到困难，没有人帮她，怎么办？妈咪有外婆和陈建哥哥，怎么会一个人？对啊。再说，如果妈咪有困难的话，daddy 一定会去帮的。啊，我们两个虽然不在一起了，不过妈咪还是daddy很重要的人，明白吗？那以后我们可以像今天一样一起出来吃饭吗？当然可以啦。不过不可以整天吃 burger 跟 French fries。下一次我们吃 ice cream 大餐，耶！可恩，怎么了？你别过来，你赶快上去洗澡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帮你吧。不要，你上去洗澡吧，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。可恩，你本来可以专注在你的事业，你为了我走进了厨房，打理家务，帮我照顾马德，我不会嫌弃你的。谢谢你。忙了一整天，上去洗个澡休息吧，这里我来处理。来，我这个样子你都不嫌弃我，我以后都不会离开你。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？欠你钱要还的吗？你还好说哦？那天拿走了我3袋东西，打给你电话又不接，东西又不送，也不交代，你到底死去哪里啦？喂，大小姐，你以为只有你可以发脾气，我就不可以发脾气啊？我也是人，好不好？来，说一句谢谢听听。我干嘛要跟你说谢谢啊？货帮你送了。那好，客户还的钱328。讲钱就俗了嘛！来，坐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钱呢，我1分都不会少给你的。今天主要约你出来呢，是聊一件大事。你不要跟我说那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话。我跟你讲，我是不想要听的。哎，今天不跟你谈情说爱，我们今天聊未来大计。那零食、饮料我都准备好了，这个大计不聊个3、5个小时聊不完的。大计？你这种今天赚钱今天花的人，你会有什么大计啊？哎，你不要以貌取人哦！不要看我长得帅就以为我没有脑。我来新加坡之前就已经立志要建立夜总会王国了。你神经病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闲聊啊，我要回去照顾我妈的啦！快还我钱！哎呀，不得了！来，坐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个手啊，细皮嫩肉，可是里面内有玄机啊！你看你这掌纹，你命犯天煞孤星。那你25岁啊，如果没有嫁出去的话，就没有人要了。我跟你说，25岁你真的没有嫁出去的话，你来找我，我可以勉强收留你。哦，你这死变态！我有叫你看掌纹吗？你还不还钱呐？哎，免费帮你看还不好啊？研究一下嘛。哎，我很厉害的。
你的掌纹相当的凌乱，骨骼特异，你是个练武的奇才。那再看你的无名指，相当的修长，大小适中，戴结婚戒指很漂亮。哎呀，这个厉害！你的另一半啊，一定跟我一样，也是一个奇才。喂，你怎么总是对我动手动脚了？很痛哎！不对你动手动脚，你会放手吗？时间到了，我就会放了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是说，我钱都还没有还给你，你就那么着急要走了？还呢？谁快点还呢？拿。哇，这什么啊？钱呢？为什么是硬币？没有人说过还钱一定要用纸钞的啊。啊，总共328块，慢慢数啊。这么多硬币要数到什么时候啊？有时间慢慢数，而且我们有的是青春。什么都找不到。什么特别日子？家母，哎，我是偷跑进来的，不行啊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又输钱了，我的2000块啊！输钱？哦，原来在赌钱。快到门口撤！早点没通知吗？哎呀，房间还没有还原。喂，我跟你说，本小姐没时间跟你闹，滚开！喂，你家好大哦！啊，家里有人吗？啊？哎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，在外面数数啊？那我就走了。孤男寡女的相处一室，那好吧？哎，这是我家哎，我说哪里数就哪里数，我干嘛在外面数啊？走开啊！啊，那我就进你家了啊！哇，你家很大哎，啊，几个人住啊？不关你的事。哎，你家有没有养动物啊？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我喜欢动物吗？哎，你家真蛮大的。哦，真是累死了。这沙发不错哎。哇哦，哎，你家沙发很舒服哎。你干嘛啊？神经病啊你！坐过去一点，那我翻不了身了。哇，真受不了你！都是你啦，这么多硬币要数到什么时候啦？哎呦，怎么那么笨啊？你这个钱当然没有办法数啦，你要倒出来数嘛，对不对？像这样。喂，神经病啊你！对不起。哎，你捡这边比较多。来，哎呦，不是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来，这边。来。
你干嘛？来，走开啦！我看。我差点不为你殉职了，你还笑我啊！要忍一忍，要搓才会好。不要动，我不管啦，你一定要帮我请假啊！我这样过去被baby们笑死了，太丢脸了。行，我已经帮你跟经理说了。来，忍一忍。哇，那你找了半天找到什么啊？不要让我白白被打。哎呀，自己搓，我黑玫瑰出马，哪有不可能的任务啊？看，哎呀，我也是琢磨了很久，一看就知道有古怪。哎呦，干妈，3岁小孩都会嫌你没有创意呀，鬼都知道有古怪啦。你知道？说来听听。一般人家里日历上画记号的话，说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不然就是纪念日之类的。应该是杀人的纪念日，不然怎么会有一把刀穿插整颗心还在滴血嘞？干妈，你这个推断说了等于白说。哎呦，我被白打了。比，你看这个日子还没到吗？就证明我们还有希望。那你有什么高招啊？抽杀手锏。这个杀手锏啊，会有一点风险，也要付出一点代价。最重要，一定要有驾驶执照。爸，你说的杀手锏还不是跟踪？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？也是啊，不过也没必要花钱租台破车吗？没有这辆破车，你能保证跟得上吗？好不容易啊，才找到线索，要是跟丢了，那不是前功尽弃了吗？坐稳啊！干嘛？你会驾车吗？喂。有这样夸张吗？啊，晕车干嘛？你是要谋杀？你到底有没有来生的？有，我30年前就有了，只是30年没有驾车了。哎呦，你行行好啊 ，I follow you。下次我们大家得手，下去。下车了。啊，他没事来这荒山野岭干嘛？又会了。也能灿烂，要难忘别嫌麻烦。我全副武装，迎接下一个挑战。生活很忙，没空遗憾，偶尔不友善，也可伪装善良。做好人并不简单，哦，烦恼需要商量。也许我有答案，别客气，说来听听。不用伤脑筋，一定能搞定。没关系，有些事情难在所